决定人与人之间差异的不是天赋，也不是勤奋的程度，而是思维模式。思维引导行为，行为塑造成败。以下7种顶尖思维方式，一旦养成，你离成功就不远了。1. 沟通的顶尖思维是讲故事。建安22年，曹操曾就立嗣问题询问荀攸、杨修、陈群等人。这些人的回答要么是冗长的道理，要么目的性太强。后来曹操找来贾诩，问他的看法。贾诩没有直说，而是提到袁绍和刘表的往事。袁绍立幼子袁尚，引起长子袁谭不满，最终兄弟相争，被曹操轻松击败。刘表立幼子刘琮，导致长子刘琦远走江夏。曹操南下时，刘琮在蔡瑁等人蛊惑下投降。讲完这些，贾诩不再多言。曹操心领神会，明白贾诩通过故事劝他不要废长立幼，以免兄弟反目。不久后，他立长子曹丕为世子。鬼谷子曾说，说话要符合情理。沟通时，打动人心永远比讲道理更重要。没人喜欢冷冰冰的大道理，哪怕你的建议无比正确。一个好故事胜过一堆说教。2. 赚钱的顶尖思维是利他。在稻盛和夫的干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。1973年，日本许多企业裁员，京瓷公司也受到冲击，订单骤减至原来的1/10，但稻盛和夫没有裁掉一人。他让1/10的人继续工作，其余的人学习或打扫，工资照发。员工因此感激不尽，纷纷想办法帮公司渡过难关。这验证了稻盛和夫的话，一切成功都源于利他之心。换句话说，最珍贵的价值观是利他。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，你得到的善报都来自你为他人创造的价值。你为别人撑伞，未来会变成你的庇护；你为他人留后路，最终会成为你的坦途。没人愿意与自私自利的人合作，也没人喜欢与斤斤计较的人共事。极致的利他才是最好的利己。3. 解决事情的顶尖思维是上游思维。作家丹西斯提出一个概念，上游思维。遇到问题不急于应对，而是追溯源头，找到根源，才能彻底解决。教育家约翰·杜威读书时，教室蚊子多，同学被叮咬的无法专心听课。放学后，老师让学生带工具灭蚊。第二天，同学们带来蚊子拍、捕蚊网、灭蚊药等，杜威却带了把镰刀。大家嘲笑他没常识，随后忙着灭蚊，但蚊子仍不断冒出。这时，杜威站在窗外草丛中挥动镰刀，杂草倒下，蚊子飞走。普通人改变结果，优秀人改变原因，顶尖高手改变思维。追本溯源，着眼全局，抓住关键，才能一击制胜。4. 社交的顶尖思维是互相利用。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说，世上最紧密长久的关系是泥土与树苗。树苗靠泥土滋养长成大树，泥土吸收落叶变得肥沃。好的社交也是如此。1970年，贾伯斯通过同学认识发明家沃兹。沃兹造出苹果1号电脑，却推广受阻。只有贾伯斯看到商机，动用人脉帮沃兹销售。后来贾伯斯在雅达利公司遇到难题，需4天设计产品，沃兹出手相助，用程式技术帮他按时完成。社交的底层逻辑是平等的利益交换，你能为别人遮风挡雨，别人才会为你铺路架桥。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关系能否长久，取决于价值闭环。拥有可交换的价值，就能吸引他人与你同行，走更远的路。5. 成长的顶尖思维是复盘。费尔南多·佩索阿说，除去睡眠，人一生只有1万多天。许多人只活了1天，重复了1万多次。这话不假。不懂得复盘总结的人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，一生都在机械重复。财经领袖豪威尔每周末回顾1周工作，反问自己
我做了什么？什么是对的？如何改进？人生难免摔倒，能爬起来是强者，能总结经验，避免重复摔倒才是智者。俗话说，笨人瞎折腾，智者找方法。从经验中学习升级，你与同龄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。睡前放下手机，复盘15分钟，反思一天如何度过，及时回馈，把精力化为阅历，将失误转为经验，自然少走弯路，余生皆坦途。6. 工作的顶尖思维是老板心态。作家刘同毕业后在电视台工作，与他同期入职的有近10人。他每天忙得团团转，拍摄、写策划，常加班到深夜，工作超15小时。其他人却摸鱼，每天做事不超过6小时。刘同觉得不公平，向朋友抱怨，大家工资一样，为什么只有我努力？朋友却说，你想错了，工作总量有限，你们是竞争关系，你做的越多，锻炼越多，收获的经验和成长也越多，其实是你抢了他们的机会。这一番话点醒了他，他不再计较多做少做，一心投入工作。几年后，同事还在原地，他却成为副总裁。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为自己的简历打工，工作不仅是薪水，更是磨砺自己的平台。为别人做事的心态限制成长。以老板思维工作，即使成不了老板，能力与格局也会有质变。7. 努力的顶尖思维是长期主义。世上有2种人，短线思维者眼界窄，急功近利，总想走捷径；长期主义者肯吃苦，沉得住气，愿走远路。前者羡慕别人成功，只想快速升职加薪，却忽略积累与打磨的过程。长期主义者不急于一时得失，相信厚积薄发的力量，愿意投入热爱的事。罗振宇说，无论能量大小，放眼足够长的时间，通过长期主义，你都能成为时间的朋友。能笑到最后的人，都是坚定践行长期主义的人。尼采说，不蜕皮的蛇只有死路一条，人也一样。要脱胎换骨，思维必须新陈代谢。在瞬息万变的时代，想长久立足，需自我更新，主动求变。升级思维是最好的自我迭代方式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